阿根廷护照真好拿，超快速申请是真假？网络上一堆关于移民阿根廷快速通关、免移民监的资讯，难道有什么科技与狠活吗？好啦，大家好，我是 J， 我是 KK。做个阿根廷人有什么好处呢？阿根廷护照真的有那么好吗？今天一起来深入研究获得阿根廷公民身份的合法方式，让大家移民阿根廷不走冤枉路，不花冤枉钱。让我们一起运进阿根廷 ，Vamos！移民界一直有个传说，说阿根廷是全世界入籍速度数一数二快的国家。难道普通人只要咻一下，蓝色小本本就到手了吗？而如果不算那些花钱买护照的管道，阿根廷的规划速度确实相对较快。你可以原本跟阿根廷八竿子打不着，只要在当地乖乖住满2年，就具备申请入籍的基本资格啦。听起来很不错耶，毕竟阿根廷护照也是全球好用护照之一，免签国家有100多个，拿着它环游世界超方便啊。Nice。而且阿根廷那种充满欧式风情的生活方式，也吸引不少人想搬过去 long stay 啦。好了啦，废话不多说，按照目前的政策，想成为正港的阿根廷人有哪些合法方式呢？主要有2种方法，一种叫做 opción， 翻译成中文就是选项；另一种是 naturalización， 也就是规划。选项这个名字听起来很玄，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？简单来说，选项就像是投胎技术点满，赢在起跑线的人生胜利组了。如果你的爸爸或妈妈其中一位是土生土长的阿根廷公民，就算你是出生在国外，都有权利选择成为阿根廷人哦。就是血统认证嘛。没错，如果你年满18岁，可以自己做决定；如果未满18岁，就由爸妈帮你选。这个程序可以透过阿根廷领事馆或国家人事登记处递交申请。这样看来，选项就是靠着血统直接空降阿根廷国籍，不用先申请居留，也不用在阿根廷住满2年，真的是天选之人啊！但我们这些想移民的凡人就用不上这招啦。那另一个方法，规划又是怎么回事呢？规划就是给我们这些没有阿根廷血统的普通人一个机会啦，但它也是有一些条件的。根据官网的规定，想透过规划入籍阿根廷，需要年满18岁，并且在阿根廷不间断的居住满2年，而且要有居住证明哦。也就是说，护照上要有清楚的入境盖章，证明你这2年真的都乖乖待在阿根廷，不能落跑哦。所以需要准备当地政府发的地址证明、收入证明、银行对账单等等，出生证明也是必备的文件。如果是国外的文件，记得要翻译成西班牙文，还要经过海牙认证才能使用哦。最后要把这些文件交到当地的法院。哈，还要见法官大人啊！因为加入阿根廷国籍的申请是由法院审理，所以收到通知后就要出庭，这时候会说一点西班牙语就很重要了，不然真的会雞同鴨講啦。網絡上也有人說規劃也可以很快拿到護照，根本不用住滿2年，這是怎麼回事呢？這就是所謂的母憑子貴了。哦，我懂了，如果在阿根廷生了個小孩，爸媽就可以通過規劃的方式一起申請加入阿根廷國籍，對吧？Bingo， 答对了，跟阿根廷公民结婚也是一样道理哦。看来想快速拿到阿根廷国籍，还是要先找到真爱才行啊。那向法院申请入籍的程序大概要多久呢？有人说1個禮拜就好，也有人说要等1-2年，到底哪個才是真的呢？这些都是真的，可是简单来说，选项的程序会比较快，规划会比较慢。这主要是因为他们由不同的部门来处理。选项是由国家人事登记处负责，规划这是交由阿根廷地方法院审理，需要准备的文件大同小异，但毕竟是跟不同的单位打交道，所以处理速度当然会有差别了。在阿根廷办事，只要扯到政府部门，一切都可能会变得很复杂哦。
真的，所以在办理过程中要了解他们的运作方式，知道怎么追踪进度、询问状况，那就很重要了。这可是会直接影响到你拿到护照的时间哦。所以说，几乎任何人都可以入籍阿根廷，因为最重要的条件就是在阿根廷连续住满2年，就符合申请资格啦。那如果我在这段时间因为工作或者是旅游需要短暂离开阿根廷，会不会影响到我的申请呢？基本上阿根廷是个来去自由的国家，法律上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可以离开多久，但人总有工作、旅游、探亲的需求嘛。短时间的旅行，像是1-2个礼拜，通常不会影响你的连续居住时间，甚至有些人离开阿根廷2-3个月，最后还是会成功入籍。但为了保险起见，还是不要离开太久了吧。最好确保自己在阿根廷的时间超过美联税务居民的180天门槛，甚至要更长的时间，并且留下缴税记录、出入境记录等等，让审核单位清楚了解你的状况哦。听起来很实用啊！大家记得按赞，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之后的影片哦。也欢迎分享给正在寻找移民资讯的朋友们哦。还有个大家常问的问题，就是办这些手续时，常常需要提供收入证明、银行账单之类的文件。但如果我在阿根廷还没找到工作，因为语言不通嘛，那不就没有收入了吗？或者我是自由工作者，收入来自国外，而且不是很稳定，那又该怎么办呢？别担心，如果你的另一半在阿根廷有工作，可以提供他们的收入证明。如果是自由工作者，可以提供最近3次的税单作为证明。如果收入是来自阿根廷国外，就把相关文件翻译成西班牙文，然后做海牙认证也是可以的。重点是在阿根廷的税务记录非常重要，这不仅证明你有长期居留在阿根廷，也代表你对这个国家有贡献哦。对啊，没错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嘛。那如果是在阿根廷打黑工呢？你知道的啦，很多移民刚到外国，最常见的工作就是在餐厅洗大饼嘛。哇，你这个问题好尖锐了，看来你需要找个专业人士帮你解惑一下了。搞懂了怎么成为阿根廷人，一路过关斩将的住满2年，终于拿到这个蓝色小本本，到底 CP 值高不高呢？当然要先看看这本护照好不好用嘛。阿根廷护照在全球护照排行榜上可是名列前茅的优等生，常常挤进前20名哦。免签国家就有100多个，落地签也有50多个，像是拉丁美洲、欧洲，甚至连日韩都畅通无阻。免签或落地签也太方便了吧！真没想到这个新闻上常常出现危机的南美洲国家，护照居然这么给力。之前看新闻，阿根廷好像常常在经济崩盘，人民生活很辛苦，让人觉得有点落后。看来真的是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啊！这本内建生物辨识功能的护照，有效期长达10年，拿着它出国旅行真的超方便啊！而且阿根廷在国际关系上也还不错，除了欠债比较多之外，好像也没被其他国家特别针对。总之不用太担心，会因为一些难以预料的因素会影响到旅行哦。很清楚啦，这么多免签国的护照，含金量很高啊。那身为阿根廷公民，除了护照好用之外，还有其他福利吗？阿根廷有公立的医疗和教育系统，基本上都是免费的，这对公民来说也是一大福利哦。优点听起来很吸引人，但总不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吧？首先，阿根廷的经济状况确实比较不稳定，通货膨胀也比较严重，货币汇率更像是溜滑梯一样直直落啊。这些我们在之前的影片有详细讨论过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回去复习一下哦。还有税务方面也是一个让人头疼的问题，像是个人所得税啊、财产税、增值税等等，种类繁多就不说了，而且税率还不低。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从5%到35%不等，企业税则是25%到35%，增值税嘛，大部分是21%。
所以无论是在阿根廷工作还是做生意，税务方面都要特别留意啊。听起来根本是万万岁嘛！看来在阿根廷，税务真的是一个仔细研究的课题。而且我们之前也说过，要申请入籍，税务记录也是重要的审核项目之一哦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啊，阿根廷虽然承认双重国籍，但是阿根廷国籍是不可以放弃的哦，记住是不可以放弃哦。哎呦喂呦，这不就代表要永远万万岁下去了吗？好了，别愁眉苦脸了。在阿根廷，就算要三呼万岁，也不至于让你被远洋捕捞了，顶多就是荷包稍微消瘦一点而已嘛。讲得这么轻松，难道有什么方法可以避免万万岁的命运吗？就算只能少交一点也好啊。当然有了，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不要加入阿根廷国籍就好了嘛。这是冷笑话吗？不入籍怎么在阿根廷 long stay 呢？申请永久居留权不就好了吗？哦，对哦，那我们来厘清一下永久居留权和公民身份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身为阿根廷公民，除了可以拿到那本好用的护照之外，还享有完整的权利，包括各种福利、政治权利，当然也包含相对应的义务啦，尤其是税务方面。阿根廷政府可是会对公民的全球收入课税哦，也就是说，不管你在世界哪个角落赚钱，都要跟阿根廷政府报备一下哦。哇，连在外国赚的钱都要交税哦。没错，但如果你只是阿根廷的永久居民，就只需要针对在阿根廷境内的收入交税，国外收入就跟你没关系了。听起来想要稍微节税一下的话，当个阿根廷永久居民好像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哦。那要怎么获得阿根廷的永久居留权呢？关于这个问题，我们之前做过一支影片，里面有详细介绍普通人可以透过哪4种方式获得阿根廷居留权。还没有看过的朋友，赶快点击下面的链接去看看吧。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我们的频道哦，我们会经常分享更多拉丁美洲移民资讯，按赞后才不会错过最新影片哦。感谢你看到最后，我们下支影片再见，Ciao。拜拜。